元明交替与朝鲜建国。学习者能分析元末明初大陆局势与高丽内部局势之间的关系。学习者可以比较高丽、明、北元对辽东的立场。学习者能解释崔营征伐辽东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变化和趋势。从历史上看，中国大陆和韩半岛的局势变化是紧密相连的，尤其是统一王朝政治中心的首都在元代迁往北京以后，大陆局势的变化对韩半岛产生了更大的影响。明朝设立铁林卫的意图不仅是为了阻止高丽拉拢女真的可能性，也是为了提前阻断高丽持续北进的企图。正确，1351年，元朝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及红巾军起义，由此元朝的衰退趋势变得明显。白莲教起义的7日年，高丽恭明王即位，他为了修正在世界帝国元朝强力干涉下的元与高丽的关系，实施了反元政策。与此同时，红巾军领导人之一的朱元璋于1368年建立了明朝，向周边国家宣告了新王朝的建立。高丽也立即派使节予以回应。次年，朱元璋册封恭明王为高丽王，并送起诰命印信和大同历，并根据高丽固有的制度和风俗批准了所有制度和风俗。明建国后，明与高丽之间就完成了册封操控关系所需的程序和礼仪的交换。这标明高丽对元明交替这一国际秩序的变化反应灵敏，并迅速适应。然而，这个过程对高丽来说并不是那么简单，特别是对高丽来说，辽东地区的局势尤为重要。自建国以来，辽东作为北京政策的对象，与北部边境安全密切相关。1371年，明朝接管了北元的辽阳行省，设立了定辽卫和辽东都司。可以说，明朝确保了统治辽东的桥头堡。与此同时，在辽东，元的残余势力纳哈出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力量。对于北元来说，辽东是重新进军中原的最后根据地，因此对于高丽、明、北元来说，辽东是地理位置上不能让步的战略要地。从这一点看，当时的辽东是对高丽和明以及北元的命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的地区，即东亚国际秩序变动的革新。随着大陆元明交替的混乱越演越烈，高丽内部也发生了亲元派和亲明派之间的激烈对抗。
1374年，恭明王被杀后，权臣李仁任拥立了吴王，在元和明之间展开了两弹外交，于是发生了亲元派杀害派往高丽的明朝使者的事件。高丽和明朝的关系迅速恶化。1377年，高丽王再次被北元册封为中东行省左丞相高丽国王，并使用了北元的年号，以此为契机，北元试图与高丽联合夺回辽东。然而，高丽拒绝了北元的提议，并派使者前往明朝，试图在明朝与北元之间谋求权力的平衡。但是，明朝以弑杀国王和杀害使臣等不遵守宪章为由，一再拒绝了高丽的请求。高丽的两弹外交试图在明朝和北元之间维持势力均衡，结果导致了接管大陆霸权的明朝不信任高丽。明建国后，在推进反元政策的恭明王政权下，明朝和高丽之间迅速而顺利地建立了册封朝贡关系。但恭明王死后，高丽内部发生的亲元派和亲明派的权力斗争，导致高丽采取明朝与北元之间追求势力均衡的两弹外交。对此，掌握大陆霸权的明朝通过表明拒绝册封来惩罚高丽的态度，册封朝贡关系面临破裂的危机。1385年，明朝册封高丽吴王，形式上两国关系得以恢复，但是明朝仍然怀疑高丽和北元之间的关系。为了不让高丽使臣到来，还下达了遣返的命令。尽管恢复了形式上的关系，但明朝的高压态度仍然继续。高丽内部对此的不满再次形成了排名情绪，甚至开始讨论征伐辽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1387年，明朝通报设立天灵卫。天灵卫的设置是明朝受到高丽与北元通教并拉拢女真的刺激下，准备发动袭击，以摧毁北元势力，为完全遏制来自高丽的背后挑衅可能性的做出的决定。高丽表示，天灵卫原本是高丽的领域，要求撤销天灵卫的设置，但是明朝拒绝了这一要求。高丽的反明氛围也随之高涨。终于在1388年，崔莹和李成桂等指挥的高丽军向辽东的中心辽阳进军。可是李成桂等人以小国不能打败大国为由，在鸭绿江的威化岛发动了嬴政叛乱，将军队
返回开京，引发了魏花岛回京历史事件，由此崔营主导的辽东征伐受挫，以李成桂为中心的新兴势力掌握了权力。以心理学为改革基础的李成桂势力掌握权力后，立即标榜亲民四大路线。此后，明朝不再提及设立铁岭卫。1392年，李成桂势力终于创立了新王朝朝鲜。如前所述，韩半岛的高丽和朝鲜王朝耕地与大陆元明王朝耕地密切相关。这一时期的高丽内部政治对大陆局势的变化做出了敏感的反应。亲元派和亲民派之间的权力斗争达到高潮，再加上围绕辽东的明与北元和高丽之间的角逐，明和高丽面临战争危机。可是李成桂势力掌握了权力，确定了亲民路线，两国之间的矛盾似乎告一段落。接着，李成桂终于建立了朝鲜。然而，两国在辽东问题上的冲突火花依然存在。